哎呀，吓我一跳！这里和地球可真是完全不一样啊！喂，留你一个外乡人在这儿，可不是让你吃干饭的，赶紧干活去！没用的废物，体力连个小孩子都不如，就该把它扔到山里，让野兽吃掉。哥一个穿越过来的地球人，还跟你们这群牲口比体力？看我的天马飞锤！大鹏展翅！又开始了。上次举起来，我足足喘了5口气呢。哼，我喘了3口，下次挑战举2个。好啊，谁怕谁？哎呀，用力过猛，被我握碎了。这么一比，我确实挺废材的。唉，比起这个，更让我头疼的是这玩意儿。主线任务：宿主开山立派，建立此方世界第1大宗门，成为第1祖师。主线任务不同阶段，每阶段需在限定时间内完成，超时未完成，直接抹杀宿主。抹杀宿主？还能抹杀我？我就不信了，这到底什么破玩意儿啊！主线任务1：收纳4名亲传衣钵弟子。任务说明：哪怕是个散修，想要传承自己的衣钵，也要收徒。一个门派最重要的资源永远是人，是天赋出众的弟子传人。名师出高徒，名师难求，高徒更难求。坑爹呢！我才新手个大牛当师傅抱大腿好吧？完成直接抹杀宿主。通知：因系统维护，新手礼包延迟发放。连个新手礼包都能延迟发放，所有东西都要兑换点数，我哪来的兑换点数啊？这一穷二白的，你让我教人忽悠吹牛逼吗？啊！你回来了，爸爸，业务呢？我有。你们的武器都哪去了？啊，武器可是第2生命啊，咋就丢了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似乎有故事呀。狼峰是我们狼村的希望，现在被10村的人打成重伤，绝不能善罢甘休，绝不能善罢甘休。这就是被狼村的人视为偶像，常挂在嘴边的天才。哎，如果是他的话，弟子天赋检测，该对象资质太低，无法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你可真他喵挑剔啊！看来想钻系统的漏洞是不行了，还想着随便收个徒弟，把1年期限忽悠过去了。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正好这几天山里动静大，看样子有山宝要出事了，先拿到山宝，然后再跟10村算账。也不知道10村怎么养出那样的小怪物，不到4岁的小娃娃，竟然打败了咱们天才狼峰，真是见鬼了！不到4岁的小娃，狼峰这样10里8乡闻名的天才，居然被一个4岁不到的娃娃打败了，那得是有多牛逼啊！居然敢羞辱偶像，该死的小鬼，一定要弄死他！是啊，弄死他！那个小娃或许能得到这个系统的认可也说不定。要不现在直接去找那个小娃娃？等，我这身子出村子，不是去给凶手加餐吗？新手礼包发布，是否立即查看？好家伙，总算来了！尿意来了！不迟不慢，来得刚刚好。新手礼包，宿主获得基础修为炼气期4层境界，获得1次抽奖机会，获得300点兑换点数，获得道法秘籍9霄天雷正法，获得神通9天动雷影。这是！恭喜宿主达到炼气4层，恭喜宿主习得9霄天雷正法，厉害！获得神通学校中的法力9天源源不断的涌上来，太牛逼了！这下总算有点自爆能力了！如果要建立史上第1宗门，成为第1祖师，可差得远了吧？一瓶氧气弹要10个点数，炼气剑有30点，火球术、掌心雷这些需要100点。再让我看看我这300点都能买些啥啊！
我靠，后面的高级货不更高了，根本不够用啊！哼，还好，这失传多年的九霄天雷正法是这天元大世界最顶尖的雷系道法之一。新手礼包里能开这本书已经超级幸运了。等我练成一身神功之后，再出来大杀四方。等等，既然是要去收徒，怎么也得好好包装一下自己才行啊！就这个吧。贵是贵了点，但质量和卖相是真的好，我真帅。好，趁着大家注意都在那个狼蜂身上，从村后溜走。徒弟，为师来了。这前面就是石村了吗？话说，这树好巨大呀，这是被雷劈过吗？这棵树已经枯萎10年了。小老儿是这石村的村长，不知有什么可以帮到这位道长的？本座发现目标，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哪儿？天赋系统整理完毕，1号目标资料如下：个位指数10，别跑啊！悟性指数8，心智指数8，福缘指数8。目标天赋极高，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，必为宗门栋梁。根骨10的根骨，相当于别人跑步从起点到终点有100米。终点相同的情况下，这个小不点是从90米的地方开始起跑，难怪这小不点可以揍得那狼蜂满脸花。收这么个货当徒弟，压力是不是有点大呀？本座前日心血来潮，突然感到一个与我有缘之人在这山中，于是便来寻访，却没想到竟在这样一个小山村中遇见。道长说的是他？本座原先还奇怪哪儿来的有缘人，现在见了此子，才明白事情原委。实不相瞒，本座曾有一得意弟子，却因为看不破情关心魔，以至于渡劫失败，并劫转世。我一直在寻找转世之后的弟子，望可再续师徒之缘。结果悠悠100年，终于在今日找到。您是说小不点儿就是您的弟子转世？话说这个老人竟然是一个修真者，虽然只有炼气3层，但却是货真价实的修真者。刚刚特意隐藏自身气息没注意到，现在因为对我产生警惕而起了法力波动，我是不是被当成人贩子了？清风，你如今可愿重归为师门下？我不叫清风，我也不想离开村子。罢了，你素质未开，不记得前生之事，为师也不强求。不过为师算到你我缘分未尽，今日一别，终有再见之日。这枚护符，为师留给你防身，若遇到危险，便将护符扔向敌人，当可保你周全。你我有缘再见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此人已看破老夫的底细，可老夫却看不出他的修为深浅，怕不是筑基期甚至金丹期的大修士。差点露馅，得想办法再前进村才行。系统隐藏福利，只要不出手和常人无异，修为更高的修真者也无法看穿实力。丰收满满啊！比起狼村那一片愁云，这边欢喜多了。兑换了前行术，只要不做其他事，就不会显形。你让小不点儿拒绝了那位道长，会不会有麻烦呀？你说小不点儿会不会真是那位道长的弟子转世？我本来以为
那道人是帮着石天意的人来寻小不点儿，要斩草除根，但现在看来却不像。小不点儿可是天生的筑基期，而且还是传说中震古烁今的至尊斗技。要说是大修士转世，倒似乎也说得通。那时候还不到半岁，他那至尊道基就被同宗兄弟石天意给夺走了，真狠心呐！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总之，我答应过他爹，一定要照顾好小不点儿。那道人终究来历不明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小不点的身世，仅限你我二人知道，绝不能走漏风声，否则他就危险了。难怪那小娃的根骨能达到10的满值。不过他的道基已经被人夺走了，根骨一项为什么还是10呢？莫非他的道基还能再生？哇，简直就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啊！唉，给人当老爷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呀。难不成是狼村的人提到的山宝出世？是给那小不点准备的吧？果然8的福远不能小看啊！哼，看来我是第一个赶到的。这晶石的内部会是怎样的宝物？这是九霄天雷正法自动运转了。我为王雷之主，执掌诸天雷鼎，居然驾驭了这些雷。这是……我记得系统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居然需要2000兑换点！紫玉魄需要数以千计的天雷连续击打在同一块岩石上，才有1%的概率诞生，蕴含了海量雷系灵气精华，对修炼雷系道法的修真者来说是无价之宝。嘿嘿嘿，就当是你的拜师礼啦，为师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么大的动静，2村人也该来了。天雷玉魄被人取出来了。这紫色晶石被玉魄温养这么久，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啊！先回村吧。果然是10村的人先到了，看来狼村的人连个渣都没能捞着啊！哎呀，来晚一步，一定是10村的人拿了。我们追！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想去山里长长见识，迷路了。别给我们添乱啊！意思跟在后面吧。老陈，那人3年前最后出现的时候，孩子不在身边，你说会不会就在那个时候被他寄养在这小山村里？这2个人好面生啊，不是狼村的人吗？要真是当年那孩子，就来个斩草除根，留着他，对表少爷来说终归是个祸害。我们直接出手，说不定会被人找麻烦呢。这眼前不正好有一只替罪羊吗？可以给余家的人背黑锅，也算他们的造化了。啊，他们在用法力传话，普通人可听不到。哼，不过就凭狼村这些世俗武者，去了也只是送经验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这不是狼村的人吗？你们聚众于此，所谓何事啊？少给我装！你们村的人打伤我孙子，现在还把山宝取走，这事儿可不是这么算了。山宝？我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当老夫傻子呢！喂，废材，10村的人可不好惹，待会儿要是打起来，这可是你们10村自找的。人呢？果然又躲起来了，胆小鬼！不躲咋行啊？万一被那村长和小不点看见，我不就穿帮了？而且，这2人，一个炼气3层，一个炼气4层，这是场恶斗啊！
凶手！怎么会突然？怎么突然会有这么多凶手？而且好像都只会攻击石村的。正好，我给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再这么下去，小不点可不妙啊！小不点，带上皮革先走。是法器，大家跟上，快，在这边跟上！是修真者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石家还是余家派来的？竟然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！死人没必要知道。这小崽子能为我家表少爷奉献，那是他的造化。你们不是好人，看招！不好！管好你自己吧！傻徒弟，赶紧把我给你的杀手锏用出来啊！到底是个小屁孩啊！这什么鬼东西？小七，不妙，得快点逃！今天是个好天气，你们以为我的9天冻雷影就这么简单？杀！杀！今天在场的狼村人一个不留！我是余家的人，你们这群乡巴佬敢杀我余氏家族的人，你们就不怕整个村子被夷为平地吗？哦，还好，虽然使用起来限制太多太麻烦，但威力总算没让人失望。老陈就交给小不点和村长吧。现在只要偷偷溜进村长家院子里，等村长和小不点回来，只看到我料事如神、安然自若的气度风采，还怕小不点不纳头便拜？第一个徒弟终于要到手了。对了，记得要把行头换回来才行。不是说这棵树生机全无了吗？之前来的时候可没看到树上有这么鲜艳的桃花，有古怪啊！刚一睡醒就有这么多食物啊！今天先到这儿吧，剩下的先放放。这手绝对有问题。桃仙，是桃仙，桃仙显灵啊！多谢桃仙，祝我石村度过多谢桃仙保佑，桃仙保佑，桃仙保佑，多谢桃仙保佑。桃仙是我们石村的保护神。好险，差点被村长发现。这老树绝对是不分敌我的，所有人在他眼里都是食物，而且连老陈这样的修真者都能秒杀，绝不简单。唉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弟子，怎么这么多灾多难？系统运行满1个月，抽奖系统正式启动。哦，对，都快忘了抽奖系统这茬了。乖徒弟，你既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人物，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挂掉吧？坚持一下，
为师很快回来救你。这里比较清静，就在这儿抽奖吧。灰色的是未开放系统，先看看轮盘这都啥玩意儿。怎么还都是些垃圾啊？这3个道法的层次都不如9霄天雷正法，啥也不是。换一个。这是让我掷骰子呀，3个骰子最大点数18点。看来是掷出来的数相加起来，就会得到相应数字的道具了。这乌雷破天锥居然是筑基期的法器，这个法器看名字就知道跟我的功法相辅相成。对于我这个小小的炼气4层修士来说，就是神器了。有了它，让我面对老桃树，我也有一战之力呀！就你了，13，我6点，这一下就出了最大的点数啊！看来我是有机会得到乌雷破天锥的。哎呀，这3个点数居然不是一起同步停，真吊人胃口。这就11点了，再来个2。对，2，停下来！啊，换我2来！这还没滚完啊，还有希望！12什么都没有啊！终于停下来了，这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似的，可真会逗啊！这系统该不会是拿我寻开心吧？乌雷破天锥，我跟你无缘了。希望这箱子不会是坑爹货吧？这卖相肯定比乌雷破天锥强。第一次抽奖，运气不差。虽然得了筑基法器，但我实力肯定是不能完全发挥法器的威力。9天冻雷饮虽然强，但要消耗10枚雷晶。真要打起来，恐怕仍不是老桃树的对手。若是能把寻找小不点的瑜伽高手引来，跟那老桃树拼个2败俱伤，事情就有转机了。师妹，你早就应该决定去那萧家退婚。现在去退婚也不迟。退婚？他们刚刚谈论的话题是传说中的退婚，这可是造就无数逆天强者的退婚啊！嫣然师妹，话说这萧燕不是个修道天才吗？如今怎么变得这般废柴了？有外人在，不谈这个了。一个山野村夫罢了，我用法力传音，他听不到的。曾经天才，现在废柴，还有一个未婚妻上门退婚打脸，这绝对是玄幻主角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呀！不管他是天才还是废柴，我都要去退了这门婚事。就算是爷爷，也不能强迫我嫁给一个从没见过的人。没错，妹子，要坚定不移的去退婚，哥看好你。哎，等等，他现在去退婚，主角就翻身了。主角翻身就没我什么事了。可恶！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要是现在去退婚的话，主角就会爆发了。有可能是随身带着老爷爷，又或者是出门捡神器，又或者家中翻到超级功法之类的。我可是要取代主角老爷爷的男人呐，怎么可以放过这种主角徒弟呢？但是上不点的事还没解决呢，怎么办呀？婚是要退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等一下，3位高人可是传说中的剑仙？你有何事？小人住的村子里出了妖怪，还请仙长出手除去。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不尽，还请仙长救救我们。是小人亲眼所见，本来被劈成焦炭的老桃树，突然抽出新枝，还开出娇艳的桃花。等等，枯木逢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对，仙长说的是，但是那桃花会杀人，杀了好多人。你说说看，桃花怎么杀了好多人？事情是这样的，
那桃妖是我们村口被雷击后的死树。事情便是这样。叶长老，我们就走一趟吧，否则那树妖还会杀更多人。按照村夫所言，这树妖也应有妖丹了，也有一杀之价值。除魔未到，本就是我流光剑宗修士的天职。这位小兄弟，前面带路。三位剑仙大人，这边请。三位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。作为我未来二徒弟的对头，不坑你们坑谁呀？这是攻打我们的狼村人，还未来得及收拾，仙师们勿怪啊。前面就是我们石村了。救命啊！妖怪杀人了！这么快就开始杀人了，不好，得快点溜掉，不然遇到村长和小不点就说不清了。啊！他要杀人了，快跑啊！胆小鬼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妖怪危害人间。我来会会你，让你看看我的绝技。哎，什么？这红是什么鬼？叶长老，退下吧，这树妖你们不是对手。去！这老头树妖果然也有筑基实力，幸好把他们忽悠过来了，不然就麻烦了。哼哼，只要你们是两败俱伤，小爷我就有可乘之机。去！3、震、杀！这就是筑基系修士的实力吗？果然有两把刷子。好，是仙长把他们压制住了。总感觉不对，这树妖不应该这么弱才对啊！就等你这招了。果然，这树妖忒狡猾了。叶长老，你没事吧？快走！这树妖还未死，你们不是对手。这树妖秃了不少，看来他也不好过呀。机会来了！这东西太消耗法力了，法力快被抽空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天雷玉魄。哇，是浑厚的力量。受死了，老桃树！北齐天赐神光！村长，你看那边。哎，终于搞定了，还好这一击桃树就死了，要是没死可就要跑路喽。好美啊！这就是那桃树的本相。我的名字叫龙叶，请你记住，因为我已经记住你了。啥？记住啥？不是大姐，你记性千万别那么好啊！得救了！我们得救了！是啊，不好，我还没换装呢，先溜！这家伙也太会捡便宜了吧！多谢这位冲着两败俱伤才出手，得救了！罢了，看那道雷光的威力，
对方实力比我职高不低，我有伤在身，回去理论也是自讨苦吃。我们走吧，只是燕儿的婚事，老头子有伤，需耽搁一段时间了。叶长老，您的伤势要紧，燕儿婚事推迟一会儿不打紧。忙活了半天，终于要到收获的时刻了。嘿嘿，徒弟，快到为师碗里来。村长，这大劫之后有何打算？这一天两头的大难，是不是我们村风水不好啊？对呀，村长，你给个准信儿，不然我们心里没底呀。我们先回去再说吧。话说狼村那边要怎么处理呀？道长，是您出手除了那老树妖的吗？多谢道长救命之恩！这一下子给我整这出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大宁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把高人风度摆出来。大家请起，除魔卫道本是我们道家职责，不必多礼。多谢道长慈悲。小不点儿，快到为师碗里来。为师留给你的护符用掉了？用掉了。我之后也去找过，但找不到了。道长勿怪，情况危急，也所幸道长护符威力绝伦，才可救小孙一命。这道长不会又想让小不点拜师吧？无妨，本就是留给你护身用的。为师也是感应到护符有变，所以才又返回来。所幸我这里还有一枚护符，收好了，以后自己多小心。为师还有事，咱们就此别过，有缘再见吧。快叫住我呀！3、2、1，县长请留步。稳妥的很。不知村长还有何事？这孩子自幼多灾多难，能得县长青睐是他的造化，还请县长垂怜收下这孩子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还请县长一步去寒舍。小老儿有些隐情，需向县长容禀。小不点儿，你愿意拜这位县长为师吗？能学跟县长一样大的本事吗？对，快到为师碗里来。那是自然，甚至更大的都有。我愿意。不过，你若是拜我为师，就要跟为师离开村子了。为师不能在这里久留。要离开村子吗？小不点儿，你不是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去哪儿了吗？我脑子里有些印象，可是总也想不起来。爷爷，你终于肯讲给我听啦！县长，这孩子他的身世很不一般，日后或许会给您带来麻烦。无妨，既然收了这个徒弟，我自然有义务解决他的后顾之忧。小不点儿本名叫石天浩，出生在大秦皇朝皇室，虽然不是正统，但也贵不可言。小不点儿天赋不凡，不仅是天生道基，更是千古罕见的至尊道基。但天生道基却没有第一时间体现出来。当他父母发现时，正逢他祖父在一处险地失踪，他父母急于寻救他爷爷，不得已将他寄养在别人家。这一寄养就出了事情，这一家也出了个小天才，名叫石天意，天生重瞳，看穿了小不点儿身怀至尊道基。结果就是石天意的母亲找人硬生生夺走了小不点儿的至尊道基，移植到他儿子石天意身上。小不点儿父母回来后大闹了一场，迫于家族逼迫，不能杀石天意夺回道基。为了救活生命垂危的小不点儿，不得不前往绝地寻药。我与小不点儿父亲有救，
算是他唯一可信任之人。他父母便将小不点寄养在这儿。只是小不点父母外出寻药，已有3年杳无音讯。好在小不点体质够好，熬了过来。但石天翼的母亲家族于氏家族的人已经找了过来，势必要斩草除根。于氏家族亦是皇族4大家族之一。这次摸到大山的2人，不过是最低级的奴仆。爷爷，我想起来了，父亲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小不点儿，果然是真命天子级别的待遇啊！放心，以你10的根骨，什么千年皇朝、万年宗派，通通都是垃圾。石天浩，我问你，你失去了至尊道基，那石天翼的族兄现又要赶尽杀绝，你当如何自处？不就是道基吗？师尊不是疯的，是自己一步一步闯出来的。我便在元神上等着他，请师父收下我，教我道法。恭喜宿主收得第1名亲传衣钵弟子石天浩，宿主获得奖励：抽奖机会1次，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。耶！第一个徒弟到手。好，你有此心性，为师自然全力助你。收拾一下吧，我们明日出发。要按时吃饭，别着凉了。一路上小心，多跟师傅学习道法。爷爷奶奶再见，等浩儿道法有成，就会回来看你们的。老石啊，小不点就这么出去闯荡了，我有点不放心啊。玉家人已经寻到了这儿，我道行浅薄，已经是护不了小不点了。小不点始终要强大起来的，既然机会在眼前，自然要把握住。下一站去乌州，我的2徒弟萧燕，我来了。况且小不点鬼精着呢，不会吃亏的。哼，不愧是沙利的孩子啊，在前面开路方便多了。正好可以传授小不点9霄天雷阵法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次抽奖机会没用呢。箱子，哎，再过来点，哎，对，哎，坐到这儿，停，哎，别，快停下！恭喜宿主获得安魂草1枚。安魂草有镇定稳固神魂之效，灵药定魂丹的主材料，数量稀少，不易寻找。哎，定魂丹嘛，感觉好像有点用处。哎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收着。还有500点呢。现在有了攻击功法，那就弄本身法。龙盾，这个不错啊。什么鬼，这么贵？这么多分支选择，这云龙盾感觉不错。嘿，就你了。请稍等，正在输入神通。恭喜宿主获得云龙盾。师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跟您学道法呀？放心，你是为师的开山大弟子，为师不会忘了你的。师傅，我不想当大弟子，我想当小弟子。啊？为什么？在村子里就是这样的，谁家有几个孩子，一般都是最小的那个比较惹人疼。我在村子里就是最小的孩子，大家都最疼我了。你呀你，那是在你们石村，又不是所有地方都一样。有些地方，越是小的就越受欺负。你可想好了啊？日后你那些师兄师姐们指使你打洗脚水、刷马桶的时候啊，你可别后悔哦。我给师傅打洗脚水、刷马桶，给您捶肩膀。有师傅您在，小不点又那么乖，想必师兄师姐们也不会为难我的。小鬼灵精。没有了，真的一滴也没有了。没
想到八的悟性是这么逆天啊！什么指导都不用做，就能举一反三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也就只能是一个炮灰级别的老爷爷了，或者一个打酱油的引路人。不行，这都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变强。师傅，我想要喝兽奶，可以吗？师傅。没想到身为真命天子级人物，竟然3岁半了还没断奶。你确定？人家也不是非喝不可，只是比较喜欢喝，就像村长爷爷爱喝酒一样。那行吧，看来以后打猎还要打个母兽才行啊。罢了，多喝奶有益身体健康嘛。就这么放了，不喝奶了？不是，只是想换换口味。白兽奶其实是最美味的，比单一的兽奶的味道好多了。臭小子，你这张嘴不仅馋还挑得很啊！百兽奶现在是没有了，单一的换着样来吧。嘿嘿嘿，谢谢师傅。终于练起7层了，真不容易啊！现在已经到了山脉外围了，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要出山了。我在高兴个什么呀？小不点都不用怎么苦修，都已经练起4层了，再不努力就要被追上了。又不知道去哪儿疯了，果然是熊孩子的本质啊！抓到了！你飞得好快啊！我练习4层了，都差点追不上你。你怎么长的呀？圆圆的真好玩。这家伙小小年纪，居然达到了练气4层，这种天赋，就算整个宗门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如果我把这个小家伙带过去，门里的长老们非疯了不可，连宗主都会坐不住的。那到时候我立下大功。小娃娃，你家里人呢？我跟师傅一起出来的。你是哪个宗门的？你师傅是谁啊？我没有宗门，师傅就是师傅。有门儿，看来他师傅并不是什么大宗门的，估计是个散修。小娃，你我今日相见，便是你的仙缘。来，跟我回山，我传授你无上道法，成就大道。哥哥我是烈火剑宗的弟子哦，听说过吗？可是我有师傅了。哎，那无妨，你仍可拜入我们烈火剑宗门下。你师傅是散修，若是为你好，他自然会答应的。当然，如果他愿意，也可投入我们烈火剑宗。小子，你跑什么？练气6层的我，居然追不上一个练气4层的娃。你说有个自称烈火剑宗的想收你入宗？听村长说，这烈火剑宗虽然不是9天剑盟之一，但也是天元大世界中1等1的强大势力了。这可咋整？乖徒弟啊，你就像暗夜中的萤火虫，你那忧郁的眼神，还有出众的天赋，以后是少不了各路的牛鬼神蛇来打你主意了。算了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花了这么大力气才收小不点为徒，要我拱手相让？哼，爱谁谁！要是敢来跟我抢小不点，我就跟他干到底！臭小子，以后还敢乱跑不？为了安全，我们现在启程。来到这个世界快3个月了，一直在大山里。许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景象了。
任务也过了1/4时间了，再不抓紧时间就要被抹杀了。先去打听一下情况。啊，你想打听萧燕？你有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打听她？贫道听闻这乌州萧燕是位天才，来这儿想收她为徒的。哈，那看来你是消息来得太慢了。现在的萧燕不收也罢，可想当时8岁开始修炼，1年练气5重，12岁练气大圆满，当时举世皆惊啊！无数门派踏破了萧家的门槛，甚至还惊动了3大圣地的太虚观。估计你要当时在，也轮不到你了。不过在萧燕快13岁时，不知何故，一身法力1天之间化为乌有，从炼气大圆满倒退回炼气1重。萧燕就此跌落神坛，受尽无数的白眼。传闻慕容世家与他有婚约，想来也是快要来闹退婚的了。你若是想收这废物为徒，估计他也不能为你传承下去的。师傅，萧燕她好可怜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来了来了，主角模板！如果不是我倒立吃屎，有屁股想都知道，天才变废柴必然是有隐情的。这个慕容嫣然上门退婚打脸，男主就要发掘金手指开挂了。只要在萧燕开挂之前收了他，就妥妥的。走，小不点儿，先找个地方落脚，然后师傅带你去喝百寿奶。好啊好啊，多谢师傅。这慕容嫣然啥时候能来啊？要是那叶长老休养个1年半载的，那我不就凉凉了？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让萧燕崛起的老爷爷是我的竞争对手，万一提前觉醒了咋整啊？要不要直接过去收了？不过萧燕有那么好忽悠吗？发现目标，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天赋系统整理完毕，2号目标资料如下：根骨指数8，悟性指数9，心智指数9，福缘指数8。目标天赋极高，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，必为宗门栋梁。果然是真命天子啊！我想看看你的金手指是啥，要方便携带的，估计是手镯或是戒指。戒指还是2枚，2枚戒指，这尼玛还是2个老爷爷呀！哦耶！尼玛，教练，我要举报，这完全是在犯规啊！哎，或许只有1枚戒指有老爷爷，另1枚只是普通戒指，又或许一个有老爷爷，另一个为隐藏神器。先跟上去瞅瞅。看来这里是他的自留地，不顺心就来这里独处。等到慕容嫣然退婚后，就会来这儿，然后就是老爷爷登场。哟，这不是萧家的天才萧燕吗？听闻你武技高强，本世子不才，想跟你切磋切磋。不知我们乌州的萧大天才意下如何呀？哟，这么快就有人来打脸了？这套路果然是真命天子模板必备呀！既然如此，也是时候露脸了。先给他们个牛叉的印象，再套路忽悠，那萧燕还不到我碗里来？第一形象最重要。你想切磋的话，无需萧燕哥哥出手。有人捷足先登了，听声音还是个女孩。发现目标，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真儿给你们过2招好了。天赋系统整理完毕，3号目标资料如下：根骨指数为9，悟性指数为8，心智指数为7，福缘指数为6。总结：目标天赋高，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，必为宗门栋梁。又有一个新徒弟，今天真是走大运了。特殊备注：目标目前修为高出宿主1个大境界。高我1个大境界有点难办了。这少女的根骨和悟性资质与萧燕差不多，心智和福缘略逊色，能快速达到这么高的境界，说明资源肯定不少。
那么这真儿必然是有大背景，比如隐形的世家子女白富美之类的。在弄明白他身世背景前，先别轻举妄动吧，估计是真命天子的正宫呢。怎么，不敢了？哼，萧燕，我们走着瞧。要走了吗？正好上去打听一下消息。居然遇到萧真儿，晦气！在下赶巧路过，不慎看到刚才之事，因好奇，所以来打听一番。那就是城里人尽皆知的萧家天才，怎么只会躲在女人裙子底下啊？居然能这么对萧燕，知音呢？道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他们这眼神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跟那啥似的？我可不那啥。哪里？道友是哪儿的人啊？贫道是峡边过来的。峡边？未曾听闻。对了，刚才萧燕身边的女孩是谁啊？她本名叫萧真儿，与萧燕是青梅竹马。真儿小姐比较念旧，所以萧燕变废柴后仍然护着她。只是那个废柴脸皮也太厚了，利用真儿小姐。我要是他，早找个地洞钻进去了。我看那萧燕脖子上的饰品还挺新奇的，一根绳子串俩戒指，戒指不应该戴手上吗？一个是他父亲留给他，一个是他母亲留给他的。他爹妈现在都死了，大家都说那2个戒指是被诅咒的，也就萧燕还当个宝贝随身带着，生怕丢了。亲人遗物戒指，在乌州自然是不能戴手上的。尼玛！父母遗物，这下不会错了，双份遗产，双份金元，双份的老爷爷。对了，贫道想起家中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真奇怪的人呐！不行，得做更充分的准备才行。2个老爷爷又如何？土地是我的。差点因为2个老爷爷的事忘了给小不点买收奶了，还好老板没收到。也不知道小不点有没有安分待在客栈，到底是个小孩子。还挺乖的，居然在安分修炼，不错。既然这么乖，为师也得奖励一下你才行。还得感谢一下村长啊，这裹着天雷玉魄的石头必然是个好东西。用兽皮袋喝奶太不方便了，为师就用这个石皮给你做个碗吧。终于弄好了。这稀碎的石皮就留着用来做9天冻雷饮的材料好了。小不点儿也要快洗礼了，是不是应该找点好的寿血来给他了？有时间得去找找才行。现在就用百寿奶打下基础好了，加上天雷玉魄，慢熬1刻钟，完成。师傅，好香啊！你在弄什么呀？你醒了。这是刚熬好的百寿奶，不过为师在里面加了点料，喝的时候要用法力引导奶中的灵气，要是身体受不了就停下来哦。谢谢师傅。好热啊！好热！这熊孩子，刚说完就忘了。引。刚才不是跟你说了要用法力引导灵气吗？这个碗给你，以后在市中买来的寿奶都用这个碗盛。这个碗对你有好处，能增强你的雷系灵力。谢谢师傅。好了，你一边玩去吧，别闯祸哦。为师要修炼了。是。长老，张楠便是在这儿追丢的小孩。按照他们留下的痕迹，应该是往山外走。从这儿出山，最近的大城便是乌州了。张楠，你确定那小孩有炼气4层修为？嫌你炼气6层都追不上他？是，弟子句句属实。不过乌州是流光剑宗的地盘，那小子会不会是？若那小子真有你说的天赋，别说是流光剑宗，便是蜀山剑宗的地盘，我们也要闯一闯。是。废话少说，我们出发，目标乌州。是。
客官，在吗？什么事啊？客官，您不是让小的留心，城里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儿，都第一时间通知您吗？哦，说来听听。萧家萧燕少爷不是不能修炼了吗？他之前还是修道天才时啊，下过一门亲事。现在，人家女方上门啦。这是个不错的情报，拿去喝茶吧。多谢客官。慕容嫣然终于到乌州了。傻小子，来，帮为师做件事。师傅，什么事啊？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小子，好处就是你即将要多一个师兄了，你自己要当老幺的，可不能怪为师。快点，带上为师昨天帮你弄的10碗鱼料。是。慕容小姐，送你一句话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3年之后，我会找你，我会把今日之辱全部讨要回来。3位，既然已经达到目的，那便请回吧。萧爷爷，今日之事，嫣然向您道歉了。日后若是有空，请到慕容家做客。哼，来迟一步，还是错过了退婚大戏。不过结果还是在预料之中。慕容家的小姐，希望你日后不会为今日的大小姐举动而感到后悔。谁？再有，不要以为有流光剑宗撑腰，便可横行无忌。天元大世界很大很大，比流光剑宗强横的力量也并不少。个人好恶太明显了，都不用费心思收你为徒，哥收了萧燕，你就也在掌心里了。哪儿来的丫头，竟然敢在这儿大放厥词？我们走。他刚才瞳中的金色火苗，看来有古怪，能吓退同为筑基期的叶可，一定不简单。按照套路，这妮子的身世不是上古彝族圣女，就是哪个大国的公主。要是错了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。还是先把萧燕收入门下再说吧。一切已经表明，萧燕去哪儿，这个小丫头就必然跟到哪儿。萧燕成了自己的弟子，萧真儿也就不远了。先去把萧燕收了再说。切，没有实力，连一坨狗屎都不如。至少，狗屎还没人敢去踩。今日的侮辱，我不想再受第2次。小家伙，看来你需要一点帮助啊。这人一点气息都没有，凡人，还是我看不透。你是谁？要干什么？本座是谁？你先不忙问。你不觉得你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？你知道？随本座来，你自然会知道一切原委。等等我，师傅！腾云驾雾，肯定不是凡人，是高级的修士，而且刚刚没注意，他徒弟居然是4层炼气者。这孩子才几岁，居然是炼气4层，能教出这么出色的弟子，这道人已然是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了。也许他真的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。没错，就是这种眼神。想不到这个广告实在是太出色了，快到我碗里来吧，萧燕。这里比较清静，便在这里说吧。还请这位前辈指点，在下身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其实你也大致能猜得出吧。你的问题就出在这2枚戒指上。哦，前辈也认为在下这2枚戒指有诅咒。平常人认为诅咒荒诞离奇，却不知诅咒是真实存在的。但你的戒指与诅咒无关，你身上的巨变不是天灾，是人祸。啊，人祸？前辈是说有人故意害我？难道连我爹娘的死也和害我之人有关？你双亲生死是否与戒指有关，本座不清楚。
但你身上的巨变，正是这2枚戒指造成的。好家伙，脑补能力一流啊，有前途！戒指中寄居了阴魂，它吸收你的法力，壮大自身。这就是你修为骤然倒退之因，也是你后来不得进寸的症结所在。因为你努力修炼得来的法力，全都成了阴魂养料。先下手为强，把老爷爷打到反派位置上，看你们怎么跟我竞争。何况我也没有冤枉人啊！萧夜落到这步田地，绝对和这戒指里的老头脱不了干系。但接下来，恐怕我要和戒指里的老爷爷硬碰硬了。变天了，9天冻雷影可以发挥真实威力了。我也有底牌陪你们玩了。若非想有你的供奉，我也不知还要沉睡多久。啊！女人的声音，原来戒指里的不是老爷爷，而是老奶奶。不对，老奶奶这么美若天仙吗？供奉，我体内的变化，真是你搞的鬼！明月也是出于无奈，还请小友莫怪。我不怪你，我怪神马。小友气愤，明月可以理解，但小友的另一枚戒指，才是你这番遭遇的根源。这位道友慧眼如炬，我确实吸取了萧燕小友3年法力，我深表歉意。但3年前，萧燕小友从炼气大圆满跌落至炼气1层的变故，却与我无关。不好！短短几句就将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净，让人不禁跟着他的节奏走。此女绝非省油的灯。那枚戒指中，寄居了一只太古凶兽饕餮的残魂。饕餮。10年前我受重伤，神魂被迫寄托于你的戒指中，期间见饕餮残魂吞噬了你全部法力，还准备吞噬你的生命力，于是用天龙咒印将它封印，结果自身神魂受损，不得不再次沉眠。为修补神魂，我一直无意识吸取你新修炼的法力，却不料这给你造成了困扰，十分抱歉。天龙咒印，他是太虚观的人。在天元大世界，3大宗门鼎立，剑道圣地蜀山剑宗，佛门圣地大雷音寺，还有当之无愧的天下第1宗门道门圣地太虚观。不同于其他2大圣地的香火鼎盛，太虚观极为低调，门下弟子虽然不多，可一旦有弟子入室，必震动天下。自我介绍下，我叫燕明月，师承太虚观。太虚观，没记错的话，萧燕的天赋曾经经过过太虚观，她差点就被收入门下了。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，何况是天下第1宗。即将怪到手的弟子，就这样从我手下溜了。啊！我不听！太虚观又如何？第1圣地又如何？拐了萧燕，就等于拐了萧真儿，大大的划算。不过，他眼神的歉意却不炙热，难道并不打算收萧燕为徒？也难怪，他出身太虚观，从小就在天才堆里长大，啥样的惊天妖孽没见过？恐怕他自己就是天才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有希望的。哎，有了！哦，饕餮嘛，真是好久没见过了。这位道友见过活的纯血饕餮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山野散人，名号不值一提。本座姓林，叫林道人即可。本座方才听燕道友提到，你是10年前受伤，然后脱身于这戒指中，对吗？我竟看不穿他修为深浅，他到底是何人？的确是10年前。不久之前，本座曾遇一妖，那妖明显也是重伤在身，被迫将神魂寄托在一棵老桃树上。当地人说，那妖怪也是在10年前突然出现的。哦，对了，她是女妖，自称龙叶。果然，我没有死，他也没有死。看来我赌对了。多谢道友告诉我这个消息。道友可知那龙叶下落？这本座就不知道了，但那女妖精养好了伤，多半要来找哥的麻烦。
这燕明月同那龙叶应该是标准的宿敌关系，很有可能是道门圣女对阵妖族圣女的戏码。二人容貌、天赋、道法不相伯仲，相互欣赏却又生死对立，恩怨纠葛一生，上演一出相爱相杀不对，是亦敌亦友的好戏。哎呀，一般来说，或许还会爱上同一个真命天子呢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得知宿敌还活着，他果然不淡定了。以防万一，让我再添一把火。燕道友失了肉身，神魂寄托于戒指中，行动怕是多有不便吧？现在他总不会再惦记萧燕了吧？我有办法重塑肉身，但需要做许多准备。准备时仍需寄托戒指中，否则虽不会伤及神魂，但会白白流失法力。本座或许可以助道友一臂之力。安魂草，它是炼制定魂丹的主要材料。有了定魂丹，我的确可以脱离戒指，神魂稳固。只是，道友苦心造诣，可是为了这萧燕小友。他现在锋芒外露，已经洞悉了我的意图了。淡定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冷静。本座一介山野散人，自然比不得太虚观。想要找几个衣钵传人，着实费尽心力，所以还请道友让本座一让，本座感激不尽。如此，便多谢道友的安魂草。我之前布下的天龙咒印已非常衰弱，饕餮残魂随时可能觉醒。这枚戒指，萧燕小友还是不要带在身边了。林道友怎么看？干啥那么似笑非笑的看着我？这女人和龙叶完全是一丘之貉，都不是啥好鸟。难怪你们打架两败俱伤，咱们干脆同归于尽呢！啊，世上还能少俩祸害。小事情，交给本座处理便是。冷静，遇到这种时候也不能心虚。先把法力输送进去试试。虽然只是一缕残魂，但实力至少也在筑基期，又能吞噬万物，远比一般人族筑基修士恐怖。萧燕当初12层炼气大圆满修为，就这样被他吸成废柴了。想要收拾这头凶手，办法恐怕还是要落在这天龙咒印上。原来如此，现在这光线如此细，定是天龙咒印为饕餮消耗了很多法力。哼，这样的话，我就来给他充电。为何我输入法力后，光线反而变得更细了？天龙咒印的法力运转方式极其复杂精密，不摸索清楚咒印运转方式，贸然注入法力，只会起到反作用。这不就代表我要学会天龙咒印吗？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同你未婚妻定下3年之约，现在有什么打算？无论如何，我都必须成功！我的小饕餮哦，你可安分点吧。当然是奋起直追，把之前失去的东西重新拿回来。你的天赋很好，但你们都在进步。他的起点比你还高，哪怕你恢复天资，可论修炼方面，你确定能在3年内赶超他？他可还有流光剑宗，道术资源远胜于你。我作为外人，本该不便知会你的私事，但你身遭巨变，多少同我有关。为表歉意，我授你一门太虚观法术作为补偿，还请见谅。这妞虽然刁钻，但人品还算坚挺。可，就算我有了这法术，我真的能赢吗？慕容嫣然修炼的是流光剑宗最顶尖的道法，而我萧家道法不过3流，他还有无数丹药和法器。啊，对了，我还有这位前辈。这就对了，快徒弟，快到为师碗里来吧！前辈既然说这话，就是表明有办法让我3年后胜过慕容嫣然。本座自然有办法，但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一块朽木终究成不了大器。我不知在前辈眼中，到底是朽木难雕，还是可造之材。但我的决心绝不会动摇。再多的苦我也能受，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克服。
很好，那你拜师吧，本座收下你了。还要拜师？凡入我门下，定倾囊相授。本座要的是衣钵传人，不是投机分子。谁？萧真儿。本座不遇见他人，你先去迎他，本座就在这里等你。谢前辈。可恶啊！虽然很想一箭双雕，但贸然行动怕是会节外生枝，还是先退让一下吧。真儿，我们去别处。这眼神是在看我？这位真儿姑娘，倒也算萧燕另一番机缘际遇。她藏于戒指中，怕是早知道萧真儿的异常了。人生在世，遇见每个人都是一场机缘，只不过是否会产生影响却难说。林道友的想法倒与佛门有些相似。这天龙咒语也太难解了吧！咱们快点解决，我还怎么收徒啊？自己玩去吧，别跑太远哦。谢谢师傅。林道友还说收徒不易，实在过谦了。你这位弟子天资根骨之高，实在世间所罕见。除我一师兄外，我还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。道友可不要当着他面说，小孩子不经夸，受心难。若不是被族兄谋害，天资还绝不止如此呢。话说回来，太虚观天才遍地走，要是我能去太虚观忽悠几个徒弟回来，对象符合标准，但以拜他人为师，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，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看来想挖墙脚，还要先鼓动此人叛出原来的师门，我才能收徒。那似乎是火蜂鸟，从前只在烈火剑宗的山门见过，乌州这一带没听说过有火蜂鸟。或许是有人带来的吧。该死的，是烈火剑宗！小红鸟，不要跑！李长老，就是那个孩子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好，好，果然天赋出众，根骨不凡。娃娃，跟老夫走，你是烈火剑宗弟子了。是老爷爷，我已经有师傅了。哼，老夫说你是烈火剑宗的弟子，你就是，你也只能是。老爷爷，我要走了。哪里走？你们是坏人，我不跟你们走。不知好歹，张楠，教教他规矩。好。小鬼，你终究还是落在我手心里了。让开！哼哼，老实在里面待着吧。天赋再高，你也就是个炼气4层的小鬼头，敢和炼气6层的我硬碰硬，自讨苦吃。哪里跑？你放开我！这臭小子好大的力气，我竟要治不住他了。连个小屁孩都镇不住了。小畜生！今天就教你学学规矩。好啊，有种再跑啊！师傅，落在下风时，你越服输，敌人越高兴，越会欺负你。所以输人不输阵，意志坚定，才能反败为胜。给本座住手！啊！哼，雕虫小技也敢出来卖弄！金丹期，别说我现在才炼气7层，就算我成功入气，面对金丹期修士，
也只是送菜罢了。师傅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坏老头！师傅，作为9天剑盟之一的烈火剑宗，竟会欺负一个小孩子？不过一介散修，以你这点修为，也配在老夫面前卖弄唇舌？这娃子天赋出众，跟你学道，简直是明珠案头，白瞎了他的天赋。而收他入烈火剑宗门下，正是为了不浪费他的天赋，此乃他的造化和运气。至于你，今天老夫收了个好徒弟，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赶紧有多远滚多远！从此你再敢出现，老夫一剑劈了你！看看有谁敢说老夫的不是！他在向我施压，这属于金丹修士的压力。怎么办？要不要忍？和对方实力差距太大，要是动手的话，肯定会被这老头杀死的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今天先忍了，等以后修为高了，再有这老头加倍偿还。明知不是对手还要硬上，那不是勇敢，是二货。去，二货就二货，老子穿越过来可不是给人当孙子的。那么窝囊，还活着干嘛？死无朝天，死万万年，就是一个字，干！哦，哼。看来你是要自寻死路了，那老夫就成全你。既是如此恐怖的一剑，直接接下，估计立刻勾带了。臭小子，看清楚了，你那师傅在烈火剑宗面前就只会吓得干站着了。这威力！剑光都可以摧毁一座小山了！啊，是金丹级修士。萧燕哥哥，你要拜的这个师傅好像都吓呆了，只怕是虚有其表之人。道友有什么手段也该使出来了，否则要来不及了。要不要救他？宿主自行解析失败，系统工具神通分析器启动。神通分析器可分析某一种神通法术，解析其构架原理，帮助宿主在最短时间内了解该法术。强大的吸力，法力都被吞噬了。这样的话。真是自我了力，让这位少林交谈吧！师傅好棒啊！这不可能！真好吃，这几年亏的全补回来了。不过我还要继续吃。长老，我们身上的热量也中了这一剑，恐怕会直接化为灰烬。哎，他这次极大概率会选择只攻击1点，只能赌一把了。若是猜错了位置，我肯定必死无疑。哎，这次你还不死？我是小贼，你敢利用我，我今日不死，定要吃了你！不对了，剑光是刺向胸口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法力正在飞速流失。居然把我凝聚的能量吸干净了。看走眼了，这人修为之高，完全不是我可以抗衡的。逃，必须逃，所有人都要逃，否则等到他出手，我
我们全都要死。小家伙，你闹腾够了？受不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叫我小家伙。既然闹腾够了，你的东西还给你。不！小家伙碾压了，好强啊！职位更高。这世上当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萧炎哥哥若能拜这位前辈为师，也定然前程远大。那红发老头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期修士啊！我若是能拜此人为师，必须拿下人质，否则我们无法全身而退。从现在起，本座弟子少一根毛，你们留下一条人命。饕餮吐出的一部分法力在我体内燃烧，热死我了！等我恢复了力量，一定把你整个吞掉。哼，我怕你没那么好的牙口。又是天龙咒印，你也是太虚光的。气死我了！要不是借助神通分析器学会了天龙咒印，我现在怕已经成人干了。幸亏一击得手，不然就要露馅儿了。长老，快把衣服穿上！师傅，刚才这招好厉害呀，教我好不好？你现在学不来的，努力修炼，为师以后自然会传给你。刚才你打本座的徒弟打得很爽啊！前辈，我只是，都是你惹下的大祸。这一巴掌真狠啊，他要半条命了都。本座今天不会为难你，日后天昊会亲自找你报仇。等我跟师傅学了本领，我自己来。你们都听清楚了，带上你们的长老走，别在本座面前出现。本想借天龙咒印试探他，没想到感应突然断了。为了不让我看出深浅，居然利用饕餮来应战，他到底是什么来历？小家伙，你闹腾够了？难道这句话也是对我说的？我又哪儿招惹他了吧？来了，弟子萧燕拜见师父。从今往后，你便跟着为师修行吧。恭喜宿主收得第2名亲传衣钵弟子萧燕，宿主获得奖励，抽奖机会1次，获得奖励500兑换点数。第2个终于到手了，这回真是玩了命才搞定的。修炼火系道法，我手头上只有一部9霄天雷正法呀，这可咋办？而且还得是最精妙的才行，不然这个小姑娘绝对不同意啊。前辈会带萧燕哥哥离开乌州吗？本座不会在这里久留，等他处理好家里的事，我们就该动身了。有一个很艰难的目标等着他去完成，外面更多的磨练和机缘，才能让他突飞猛进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啊。对不起，萧燕哥哥，真儿无法陪你去。果然，刚刚的表现还是无法折服他。他的背景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牛。第3个呀，第3个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真儿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这一时半会儿我还不会走，而且我有预感，我们应该很快会再相见的。萧燕小友，我说过我会传太虚观的一门神通作为补偿。我本来想传你天龙咒印的，但现在恐怕不需要了。他知道我掌握了天龙咒印。现今这门法术名为红莲破，火系法术神通，它修炼极其不易，甚至有一定风险，但可以越级战斗，善于以小博大。多谢前辈。除了林道友提供的主要安魂草外，还需几味辅药，劳烦萧燕小友帮我收集一下。放心吧，前辈。为师在附近替你们护法。萧燕哥哥，刚才动静太大，我得先回大宅稳一稳人心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安魂草、定魂丹都归那个臭女人了，我恨呐！哎呀，你别骂了行不行？
我就要骂。吃了定魂丹，我立刻就能恢复至少5层的实力。我诅咒太虚关的都没有好下场，就像你们前任圣女一样，道心被破，隐身修为尽毁，嫁给他人为妾，受气呕血而死，遗留独子孤苦伶仃，父亲默然视之，敌母百般打压。我没听错的话，你刚才说昔日圣女被人害死后留下了个儿子，而且过得极惨。你相信说昔日太虚观圣女被人害死，留下了个孩子，身为豪门庶子却被父亲和嫡母打压，过得极惨？我凭啥告诉你？嘿嘿。看什么看？我的年纪化为人形就是这个样子，少见多怪。难怪说话做事那么幼稚，原来还是个小屁孩呢。你说谁是小屁孩？若你真认为你是大人了，那请机智一些，最起码弄清自己现在的处境。比方说，弄清楚在这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你要不是之前挨了烈火剑宗那臭老头一下狠的，你这种法术不知的天龙咒业早就被本姑娘吃干净了。你这话的意思是提醒我趁你现在最虚弱的时候彻底干掉你吗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彻底灭掉你呀。首先，3年前被你吞光法力的人是我徒弟，你坑他太惨，做师傅的是不是该帮徒弟报仇？然后，你恨之入骨的燕明月，我跟他虽不算朋友，但关系也还不错。最后，最重要的一点，留着你，等你恢复了力量，肯定对我不利。我有这么多理由彻底干掉你，你告诉我，我为什么要放过你？这位前辈，有什么我知道的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按太虚观的传统而言，收徒贵精不贵多，门下的弟子稀少，很多人终生闭关，专心修炼，参悟大道。每当太虚观弟子入世修行，必将掀起巨大的波澜。其中最出色的弟子被称作道门行走，若是女弟子，则被称作太虚观圣女。太虚观上一代圣女孟冰云精彩绝艳，是公认近1000年以来太虚观出世的最杰出的弟子。她所修之道名为太上忘情道，与虚空阴阳道合称太虚2经，是观中道藏最强道法。太上忘情之道讲究的是先得情后忘情，以人道求天道，修到至高境界以无情化大爱，言不语，众生听令，身不动，天地俯首。修此道最忌为情所困，纠缠不清。但孟冰云偏遇上了一个男子，大周皇朝太师玄机侯朱洪武。孟冰云因其力情结无法化解，导致最终道心破碎，惊天修为化为乌有。大周皇朝是比大秦皇朝更加强盛的国家，君王们励精图治，国势蒸蒸日上。皇位传到了当代君主梁盘的手中，国家实力更是急速扩张。梁盘和朱洪武君臣2人都有意压制带有宗教信仰背景的宗门在大周发展。20年前，更是联合了9天剑盟等势力，合伙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一举改变了整个天元大世界的势力格局。灭佛！大周皇朝联合诸多的势力，围剿位于大周境内的世间3大圣地之一的大雷音寺。那一战惨烈到了极点，强者高手战死无数。更不知道有多少元神级的大修士陨落，但最终大周皇朝胜了，大雷音寺从世间除名，天下3大圣地只剩下了太虚观与蜀山剑宗。而孟冰云因为太虚观与大周皇朝的对立，因同朱洪武的结合，甚至被太虚观逐出了师门，更差点被清理门户。
因为道法的缘故，孟冰云入室历练时做过卖艺不卖身的花魁，而玄机侯府重礼教，所以她嫁过去也只能当妾，然后很快就被侯府的大妇给欺负死了。一入侯门深似海，朱洪武这种人物，就算动感情，在权力面前也完全不值一提。那孟冰云的儿子呢？我只听说孟冰云和朱洪武有一个儿子，名字好像叫做朱毅，古怪的名字。孟冰云死后，他过得更不好了，也不知道现在是生是死。这样看来，得尽快赶去大周了。别走，放我出去啦！在赶去大周之前，得先解决一件事。被饕餮吞噬后反哺到身上的火象精气，快压不住了，得马上把它化解。我选择现在就抽奖。第3次抽奖，第一目标是抽中一门火系道法，第2目标是抽中能化解体内火象精气的宝物。若能一举抽中火系道法，通过修炼，不但可以化解这些火象精气，还可以利用精气提升修为，一石二鸟。所以这次抽奖千万要给力呀！治疗火系伤害的话，投资系统有绛珠天霜丹。哎，这个好棒！火系道法的话，转盘里有一本烈阳战气，一本不动明王诀残篇。哇，这个更牛！若是抽到绛珠天霜丹，也只能解决我的伤势，不能解决萧燕修炼的功法需求，所以还是选转盘系统吧。有2个目标，成功抽出的概率也会高一些。烈阳战气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太阳真火的根基烈日阳炎。修成旭日真火者，若能学习太阳真火法，便可修成7大真火之一的太阳真火。不动明王诀上半部，大雷音寺秘传道法。自大雷音寺破灭后，已近乎失传，可修成不动明王怒火，威力仅次于7大真火。不动明王诀虽然只有上半部，但却比烈阳战气高档多了。可之后我带萧燕和小不点去大周天京城，万一暴露功法，会不会被当作佛门余孽受到追杀啊？虽然烈阳战气目前层次低了些，但胜在没有后患。就决定是你了。搞得好像我真能抽到一样。2选1概率虽大，但人倒霉喝水都塞牙，上次就没抽中。难道真的只能拼运气？等等，转盘系统似乎有规律可循。与真实的实物转盘不同，真实的转盘，人伸手转动，用的力量大小会直接影响转盘的转动。但是，虚拟转盘随我心念而转，我想它转它才会转。既然如此，它的转动会不会有固定的规律呢？上次抽安魂草时，转盘大约转3圈半。若规律固定，烈阳战气在数字9的格子里，那么这次我应该从数字18或1的地方开始转。一定要中啊！1圈、2圈、3圈，3圈了！我靠，半圈，半圈，停！停啊！系统，你故意玩我是吧？宿主是否立即启用不动明王诀？罢了，好歹是部很不错的道法。等搞到下半部，他跟九霄天雷正法基本是一个级别。离开梧州城后得看紧情况，绝不能让消息走漏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我体内的火象精气处理掉。宿主启用不动明王诀，修习进度加载中。怎么回事？火系法力填满了我已经打通的7个诀窍。这个感觉简直就像是我从一开始就修炼不动明王诀到炼气7层，一直以雷系法力对抗的火象精气，丝毫没有拒绝不动明王诀的火系法力。他们渴望相融，居然就这样误打误撞地冲到了炼气8层，而且我身上的火系法力与雷系法力可以自如转换。只有境界很高的修士会突破瓶颈，才会兼修其他道法。
但不同道法大多不兼容，强行修习只会影响修行。元神级巨擘以自身根本道法作为修行基础，其他道法只起辅助作用。但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有系统在，别人看不穿我修为，我能自由转换自己的道法根基，无论学什么道法，法力水平都能立即提升。哈哈，搞定！小不点儿，我们走，找你大师兄去。来啦！学完了，领悟的如何？领悟的很顺利，我感觉已经掌握诀窍了。林道友似乎有喜事，得此家徒，自然是喜事。这3年你百经磨难，却仍坚持修炼，道心坚固，这很难得。日积月累之下，你的根基会更扎实，将来提升境界的瓶颈也就少了。你看似浪费了3年时间，但其实以后很容易把这3年追回来的。那师父什么时候教我道法？林道友，我看你小弟子修行的似乎是雷系道法。这个小家伙适合修行雷系，于是本座便传他雷系道法。为人师者，因材施教。对于萧燕，我自然也有适合他的道法。师父还会不同的道法，不愧是师父。能掌握不同道法，而且造诣不浅，他绝非普通散修。难道他是某个大势力隐世多年的修士，突然入世了？爹，娘，你们在天上还好吗？孩儿很好，虽然法力消失后，在家族内受尽欺凌，但现在没事了，法力消失的原因找到了，今后我可以重新开始修炼，而且我还有了个很厉害的师傅，还有一个比我小的师兄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为师的大弟子，暂代掌门弟子之称。你身为大师兄，得做出表率才是。是，师傅。10天后见过大师兄。放心，以后出事，师兄会罩着。我一定加倍努力修炼，师傅放心。日后师弟师妹们有了麻烦，你这个大师兄就得出头哦。师傅放心，就算惹出老的，也不需要您出手。到时候我老的小的一起打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也会去帮大师兄的。你回去准备吧，把其他事安排好。3天后，我们就得离开梧州了。我的药材也有劳萧燕小友了。不知燕道友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请林道友指点一下，之前在哪里遇到龙叶？我稳定神魂后，要先去寻他。这么大的仇啊，他抢你男人了？他手里有个东西，不管是师门还是我，都必须设法追回来。本座是在1个月前，在梧州东北的连绵山脉中遇到过此妖。以后有燕明月出马，那女妖应该没工夫来找我麻烦了吧？当时他寄身于一株老桃树上，突然觉醒，危及村中人性命。本座正好路过，破了他的邪法，也救下了这个小家伙。这龙叶是什么根底？本座看他不似凡妖。林道友说的没错，他的本体是狼环玉树。狼环玉树，万物有灵，草木也可修成精。草木妖族的修炼潜力与物种直接挂钩。天地间最顶尖的4大灵种神树分别是梧桐神木、沙罗铁树、人参果树、狼环玉树。这等根骨天赋，难怪能给燕明月当宿敌啊！原来如此。若是当初知道他的底细，便顺手除去了。他是妖族大圣天妹的嫡传弟子，修行至高道法天道妖精。我与他若是死逼，便是同归于尽。还要谢过林道友重创了他，让我多了几分胜算。嗨，无心之举，不敢居功。这就对了，赶紧摆平他吧。谢谢师傅。太好吃了！这2个败家玩意儿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
你们这么吃丹药，为师要破产了。嘿嘿，才不到3天就冲到了炼气3层了。教练，我也想退魂。他明明做道人打扮，为何有大雷音寺的秘传道法？是他本身是昔年大雷音寺塔王的僧人，这番打扮只是掩人耳目，或者是无意中得到了大雷音寺破灭后流传出来的道法。真儿，我一定会回来见你。我等萧燕哥哥回来，取回属于你的荣耀。狼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呀。3天，他便已突破到炼气3层。林道友好眼力，明月甚至都有些后悔了呢。严道友过奖了。严道友，就此别过，预祝你此行一帆风顺。林道友也多保重。走喽！注意，为师这就来。老夫打你，是因为你没有摸清楚对方底细就盲目上报，懂吗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个仇必须要报。好，贵派有什么仇要报？说来听听。9天剑盟，同气连枝，本公子不介意帮个小忙。金丹七星修士。蜀山剑宗。哎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喽！瘦奶，我要喝瘦奶。哎，别乱跑，走丢了怎么办？你陪他去玩吧，为师先去找一个人。居然找炼气6层的人当家丁，这玄机侯府还真是有够气派的。客官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嗨，要说这人杰呀，都比不上玄机侯，文武双全，征讨四方，立下赫赫战功之后啊，又器物檄文，金榜题名。嘿嘿，这样的人物啊，才是真正的这个。发现目标，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啊？哪儿？天赋系统整理完毕，4号目标资料如下：根骨指数7，福缘指数10，悟性指数9，心智指数8。目标天赋极高，建议收入门下悉心教导，必为宗门栋梁。复原指数10，这是刚站着就有经验法宝送上门的逆天运气啊！不会错了，就是他。那青山少年是谁？看他衣着简朴，但气度凛然，不似奴仆之流啊。小道爷好眼力啊！那人名叫朱毅，是玄机侯的庶子，生母青楼出身，早年呀就已病故了。啊，他学问不错，听闻准备参加恩科和会试呢。前些天呀，我听说他要去城外青阳山给他母亲扫墓，然后在寺庙里借住几日，以便专心备考。就是这个。多谢了。能不能为母亲挣名分，就看今年的考试了。金榜题名，加封3代，朝廷册封我后，母亲的灵位就能迁入朱家祠堂供着了。可惜，我要是成了修真者，那地位就高了，立下战功，封个爵位，那母亲的名分地位都会远远高过少夫人。地震了！既然要看，为何不大大方方走出来，光明正大的看？学生并非有意窥视，唐突了，道长，还请见谅。你害怕吗？圣贤书说，正直聪明为神，只要内心刚正严明，自身念头强大纯净，便不怕魑魅魍魉。何况雷霆乃9天至阳精气，正是阴鬼克星。道长既可以操纵雷电，周身又气血充盈，自然不是妖鬼之流。读书人不是不与怪力乱神吗？你倒是不拘一格。我辈读书人，存大义，明六合，知妖鬼，
达神明，这才是格物。哦，想不到你对修炼感兴趣啊！这道人莫不是想收我做弟子？家里父亲不准我习武修炼，我也没钱请师傅，眼下似乎是个机会。但谁知这道人是什么底细？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此人心思缜密，不太好忽悠啊。可惜，都只是道听途说，修道一途又其简单，门外之人自然无法了解门内之事。本座还有事在身，你我就此别过，有缘再见了。就这样走了？我当那位道长有收我为徒的心思，原来是我想太多了。那道人看上去年轻，却不知真实年龄几何。道法，我若是修炼有成，是不是可以让父亲认错，让少夫人俯首？门外之人无法了解门内之事，这门要怎样才能进去？哎，这是何物？是为师留给你的好东西哦。九霄天雷阵法，开篇章。糟了！唉，刚刚逃的旧书，竟然就这样没了。哎，地藏真经，这是一部佛门道法。我方才还在苦恼如何入门学道，真乃天助我也。这个也行，这不是他刚刚出城前在旧书铺里逃的吗？满之为实的福缘，实的福缘。我去年买了个表啊。这道法竟然是与不动明王诀相同级别的佛法秘传。昔年大雷音寺秘传护体神功。所谓地藏，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密藏，可得地藏金身的法体，法体不灭，则万劫不磨，万法不侵。昔年逃出来的僧侣把它隐藏在旧书中，静待有缘人发现，而这个有缘人就是福缘爆表的朱毅。这样一来，已经开始转运的朱毅还会拜我为师吗？这是。不愧是9点的悟性，这么快就引气入体了，人比人气死人呐！该怎么做？索性冒充佛门修士，谎称这真经是我藏在旧书里的。可朱毅戒心很重，这样空手套白狼，他多半不会相信啊！有了！哼，静待一晚，明日就行动。那人是谁啊？从侯府后门出来的下人吧？怎么这么嚣张啊？嘘，小声点。他是玄机侯夫人少师本家带来的奴仆，叫朱军，外号朱胖子，炼气8层的修士。朱哥，朱毅那小子去哪儿了？他不在，我的拳头都痒得没处使劲了。那小子躲到破庙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再好好教训他。今天先去天香楼好好搓一顿。嘿嘿嘿，老大阔气，铁废物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山上旧庙里有个青山书生，竟然能吞吐雷电。哟，那书生怕不是修真高人，在渡劫吧？别是以讹传讹吧？那朱毅怎么可能得到那么强大的道法？侯爷曾经发过话，要朱毅先学好经义学问，然后再谈习武修炼的事儿。侯爷立的规矩，谁敢破？我们一起去看看，若确有其事，就把他交给侯爷处置，其他不要擅作主张。我的好徒儿，待会儿你吃苦也不要怕，为师会罩你的。走。把道法交出来！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干得漂亮！易少爷，这是……我不清楚，为何我的火盆中会有这么一件东西。既然如此，东西我们便收下了，到时候上交给侯爷，再请他老人家处置。侯爷，只是易少爷，
你我一同发现的这东西，少不了一起走一趟喽。绝不能让他知道我偷偷修炼道法。哼，轮到我登场了。糟了，有人来了，先撤。就是这个书生，什么情况？所以说老子最恨意外事件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找我？叶少爷，你这是在哪里惹的麻烦？莫非欠了人家赌债？聒噪！除了这个书生，其他周狗都杀了。是。你这厮知不知道？不过一只苍蝇也敢叫嚣？你说什么？我们可是玄机侯府的人，你敢动本大爷一根指头，灭你满门！灭我满门？我满门亲族早就死在你们周狗手上了。玄机侯那老贼的手上沾满了我国人鲜血，今天便先找他儿子付点利息。雪花，你们是雪峰国余孽，你们是烈风会。我只是一个不受重视的庶子，这要拿我当人质，你们找错目标了。哼，我当然知道你不受那老贼待见，但你从小在那老贼府中长大，府中布局还有守卫排班，想必都很清楚。动手！是。该死！别留活口，我们的行踪不能泄露。是。站住！这个胖子还有用，不能让他死了。先用传音经通知一下徒儿们吧。不过这晶石虽然方便，但也忒贵了，肉痛。小燕子，带着你师弟到城西青阳山跟为师会合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到。小燕子这是怎么了？这两个皮猴，可千万不要出事啊！算了，先解决这边。我跑不动了，爹娘，你们怎么只给我生了2条腿啊？不好！是谁干的？正是在下。道长今日出手之功，在下一定会禀报侯爷。别在本座耳边聒噪，东西留下，赶紧滚蛋。他日有空，本座必当亲自登门拜访朱洪武。至于你，同一句话，本座从不说第2遍。方才您说的东西，小的也不知道在哪里啊。这1个2个的，真晦气，都不把侯爷放在眼里。我好像想起来了，道长，东西在这儿呢。道长，小的可以走了吗？你转告玄机侯，让他届时准备准备，本座不日便前来造访。快点啊！你赶快回去通风报信啊！是。方才他从我手里接过东西，却感知不出一点他的修为，难道真是世外高人？管他的，先禀报夫人。该死的，下次可别落在你家胖爷手上。胖子，看你的了。朱毅再不得宠也是亲儿子，掳走他的还是雪峰国彝族，所以玄机侯府必会来寻。只希望侯府的救兵能再快一些吧。幸好留给朱毅的那枚晶石还没有暴露，他们往东边的群山移动了。得先回青阳山跟萧燕和小不点他们会合。谁干的？发生什么了？师父放心，我没事。师父，我和师弟在坊市里转悠，见几个登徒子欺负妇女，便出手管了管。突然出来一个中年人，逼问我不动明王诀，还想捉我。我看到他头顶有好几个戒疤，此人修为很高，怕是筑基修士。那人用的道法也是不动明王诀。不动明王诀，八成是大雷音寺出身的僧人，没想到居然招惹来佛教门徒。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，我们现在去追你们的新师弟。
他被人掳走了。是，但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记住那人的样子，日后这个场子一定要找回来。好哎，我又要有一个师兄了。你自作自受。这边是去青阳山东边的必经之路。师傅，我们干嘛这样偷偷摸摸跟在后面？您直接上去救人不就行了吗？现在不着急出手，为师想要观察你的新师弟心性和意志如何。对了，小燕子啊，你们遇到的那个和尚，他可修炼出不动明王怒火？我不确定。巡城兵马将那和尚围住了，他发出一道恐怖的青焰，才杀出重围的。寻常火系道法炼成的真火都是橙黄色，按不动明王诀道法记载，不动明王怒火是乳白色的，可那个人发出的火焰却是青色。他所修道法应该是不动明王诀没错，但并不完整，应该是缺失了最重要的开篇总纲。师傅，我修的也不完整，您什么时候把下半部传给我？贪多嚼不烂呐，把现有的先学好再说。动我徒弟，抢我功法，贼兔！咱们看到底谁抢谁。贵苦还没来会合？还没有。我们别等他了，总是这么不守规矩。就算出身带来阴死又怎样？不怎么样，只是比你们都强。舅老，可是有什么不对？总感觉有人在窥视。没想到侯府的援兵这么快就来了。有埋伏！师傅，那个穿灰衣的人就是之前截住我们的和尚。大和尚，那些裂风会的人留你断后，分明是拿你当炮灰。闭嘴！日后一定要把那小子擒住。若修成真正的不动明王怒火，哪会这般费劲？什么？我的火焰竟然无法阻挡！好强的剑修，自身筑基期的修为，更有一把高品质飞剑。想不到大雷音寺的余孽竟然和烈风会混到了一起。这附近都已经被我用阵法封住，你跑不出去的。出去的是你们！这是舍利子，你这孽障，莫非把师门长辈的舍利子炼制成了法器？欺师灭祖的败类！欺师灭祖的败类！贫僧就是拼着命深陷无间地狱，也要你们这些邪魔付出代价。这是佛祖给贫僧的指引，师门长辈们必然会理解贫僧。我佛慈悲，横扫群魔。24诸天罗汉阵，开！这每尊罗汉的法力波动都可以媲美筑基级修士了，这法器也太猛了！我佛慈悲，回头是岸。可恶，竟然是精神攻击！我有罪！少啰嗦，给我死！这罗汉相竟如此坚固，好秃驴，见龟！怎么回事？不好对付啊！保萧衍、救朱毅都要过他这一关。想要制裁这秃驴，得先找到他的弱点。小燕子啊，过来。等下，你这样。这是要做什么？哼，为师自有安排，你依言行事。今天在这里，说不定有你的一场机缘。是他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小子跑了。要活的。若那和尚驱使法器玲珑对付你，别在原地纠缠，往远处山林跑。果然，
24罗汉只能在佛光覆盖范围内活动，大和尚自己也不能离开佛光范围。就是不知布阵的那24颗舍利子是否缺一不可，只要少了一颗，阵法是不是就无法维持下去了？去，帮你大师兄宰了那条蛇，宰了它，为师给你们包蛇羹。这家伙盘起来跟座小山一样，速度却这么快。师兄，这里！我来试试你的厉害。嘿嘿，打蛇要打7寸，你个头再大，我也能摸准你的7寸所在。哎！哼，你这长虫，方才追我，追得很畅快呀。请你尝尝这个如何？两个臭小子，还真狠！这场战斗应该没什么悬念了。不对，光团里有什么法器？威力堪比筑基修士。这法器受过损伤，以蛇养气，让法器尽快恢复；以气助蛇，让巨蟒更加强大。那大和尚当真是打好的主意。干得漂亮！小心，快躲开！躲开！大师兄！看谁先完蛋！北极天赐神光！师傅，你差点玩死我了！哎，师傅！为师说过，今天有你的一场机缘，所幸有惊无险。待为师抹去原主人设的禁制，这法器就是你的了。师傅，我的法器呢？你去搜集那蛇的蛇血和蛇胆，为师准备给你根骨洗礼。我的金马，怎么可能？我寒阵的法力变弱了，快跑！想逃出去！不行，要回去找更多高手，才能降服此疗。我的苦棒去哪儿了？我看到星星，我看到月亮。都看清楚了吗？头顶百会穴向前或向后1寸的位置，击打后可让人迅速昏厥。师傅，这不就是敲门棍吗？师傅，让我试试！是归是，有点分寸啊，别打死了。为师一会儿还有事情要问他呢。造孽呀！哦，对了，先查一下会苦这个法器。这个法器似杵非杵，似锥非锥。法器惊雷禅，仿制品。原来不是受损宝物，而是仿制品啊！哼，竟然能扛下北极天磁剑全力攻击，防御力杠杠啊！哼，到了我手里，可没有还回去的道理。在他找来之前，得尽快将法宝带走。既然是佛门护法神兵，法器里会不会藏有玄机？解析完成，神通名称小轮回诀。果真有玄机，白捡一个新技能。师傅，蛇血和蛇胆取出来了，来得正好，借一点蛇血给我。筑基期法器惊雷禅炼制成功。成功了，小燕子，这个给你了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我也想要一件筑基期法器。你不是挺喜欢你那个榔头吗？为师待会儿帮你修好它。现在先干正事啊！刚刚没注意，小不点玩榔头的时候把他打得有点狠啊！嘿嘿，别打了！你醒了？有杀气！是谁呀？告诉我，玄机侯府一共派了多少人进山追捕烈风会？
快说，玄机侯府派了多少人追捕厉风会？你是什么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没有提问的资格，不想死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年纪一把了，修成筑基期不容易，不想继续活下去，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吗？玄机侯不是你亲爹，你只是为他服务，没必要把命也拼上，对吧？算老夫在内，筑基期修士共10人，炼气期修士上百，侯府黄三先生带队。黄三先生？哦，黄三是谁让你看了？他是侯府的3管事，是金丹期的大修士，侯府外围事务一向都是他负责。哦，金丹期修士当管家，这玄机侯府排场可真不小啊！小不点儿，来帮为师个忙。来了，师傅。这老家伙，好东西还真不少啊！无本买卖就是来1000块。嘿嘿，这是道法名称：苍冥长河诀，属性：水系道法，详情可以增加修炼者的法力厚度。这不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八符外挂吗？有了它，我至少还能再打通3个诀窍，法力就不用愁了。时间紧迫，修炼道法就交给系统了。徒儿们，我们继续赶路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3徒儿，我来了。桃儿，我们还要等那个和尚吗？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追兵就要来了。已经来了。消失了。进去吧。下面居然是一座地宫，这地宫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污浊之气和灵气混合在一起，都感应不到朱毅身上的晶石了。恭喜宿主触发随机支线任务——黑云地宫。是吧？手头的任务都没完成呢，还来新的，恭喜你个头啊！黑云地宫任务背景：地宫本是100年前散修黑云真人的洞府，黑云真人昔日开辟洞府，竟不慎打通虚空，使地宫最底部与幽冥血河相连接，黑云真人遭劫陨落。任务目标：获得黑云真人遗失在洞府深处的本命法器黑云旗。任务时限7日，未完成任务作废。哎呀，未完成作废啊，还好还好。那个黑云真人是指金丹期修士喽？天元大世界有些约定俗成的规矩，金丹期修士可称真人，元婴期修士可称真君或老祖。啊！能让金丹期修士陨落的幽冥血河，我一个炼气期的太极怎么可能搞得定啊？这地宫非比寻常，你们跟紧为师，千万不要乱跑。好的，师傅竟然如此认真，看来这地宫确实要万分小心。反正支线任务可以作废，不去做也死不了，大不了不做了。桃儿，这是哪里？这里是我们在大洲腹地的秘密基地，隧道里面有可以传送出去的空间法阵，是一条撤退路线。都注意脚下，这地宫深处怕有什么东西。进去探查的兄弟没有1人回来，全部失踪。走快点儿，前面就是我们的空间法阵了。和先前穿过的隧道不同，这是新开凿的隧道，前面就是烈风会的传送阵法。再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惠普他们若是仍赶不上，我们只有先行一步了。是，别人赶不上不要紧，我们赶上就好。都给我留下吧！烈风会在这里经营多年，岂容你们放肆！可恶！受死吧！叫你看看我们五行宗的手段！逆行风魔阵！该死，我撑不住了！怎么这样慢？6个对付1个，还要这么长时间？易少爷，我来接你回家。啊！敢问尊号？我姓黄，很多人习惯叫我黄三。
是玄机侯的人。狗贼，那里来！你们还弄不清状况呢。狗贼，别太嚣张了！你的金丹符箓只能撑一时。走，去空间法阵。去死吧！不要！快撤！这些老鼠倒是贼滑，可惜那些法阵早就被三爷我动过手脚，你们就死在虚空乱流和空间裂缝里吧。天可怜见的哟，幸好易少爷还在，不然侯爷的脸面要往哪儿搁呀？不过，如果易少爷为了孝道，不愿侯爷为难而自戕的话，传出去反而是一桩美谈吧。要死在这里吗？谁？喂，胖子，见没见过一个身穿白袍、羽衣星冠年轻道人，身边还带个小孩子？这把剑，蜀山剑宗的人？放肆！黄森先生，岂是你能侮辱的？哼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！斩虚破空，蜀山少泽剑气果然名不虚传。但你耍威风耍错了地方，你杀了玄机侯府的人，就休想活着离开大周。兵锋天下，万里飞霜。这话朱洪武可以说，但你算什么东西？更何况，就算是朱洪武，我总有一天会超越他。这不是少泽剑气，是蜀山六脉剑气中最刚猛霸道的少商剑气。他竟然同时掌握了2种剑气神通，万载冰封，无可撼动。记住我的名字，刘洋，我将会击杀朱洪武。唉，真无趣。我还是去找那个年轻道人玩玩吧。他先前说白色长袍、羽衣星冠的年轻道人，难道是那个人？裂缝规则搞什么呀？空间裂缝都炸出来了，把老子传送到幽冥血河，难道我真的要去做支线吗？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朱毅弄到手吧。这血河真水会侵染法力，你们离远些，不要沾上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何事？你看那边。裂缝会的人要真敢丢下我，我定要他们好看。这秃驴染的血河真水，我们趁他病要他命。等等，先把你的惊雷禅拿出来，这个你拿着。待会儿你们以为是指示行事。若我修炼成完整的不动明王诀，这巫血根本不值一提。那小子杀我灵蛇，夺我法器，我定要把他挫骨扬灰。小子，竟然还敢送上门来！大和尚，你瞪什么？当初你为难本座弟子，便注定要遭今日之劫。他的不动明王诀是你教的，这是我大雷音寺秘传道法，速速归还于我。24诸天罗汉阵，开！看你们的了。什么？猜对了，佛门道法和法器之间可以产生共鸣，而金光罗汉把萧燕他们当成自己人了。贼人，给我死！地藏真经，哼，就算你会地藏真经，也不过是虚有其表。地之井底之蛙，守着仙人骸骨，还在大放厥词。你好，一个罗汉人能挡住，那24个呢？哼，小小法阵都无需本座亲自动手。本座2名徒儿便已足够。有人在试图收取那作为阵人的舍利子。
你个小孽畜，好大胆子！就是他了，动手，我为你护法。成功了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把舍利子给我！快！24诸天罗汉阵就此告破。师傅，其他舍利子我也挖来了。贼牛鼻子！贫僧注定要下地狱，但走之前必然要拉上你这邪魔歪道一起。不好！邪魔，和贫僧一起下地狱吧！天赐神光！地宫内的灵气已经紊乱，要小心了！好晕啊！幸好被传送前抓到那和尚的储物袋。等等，我这么大2个徒弟呢？算了，反正有主角光环护体，也死不了。还是先看看这储物袋里有啥吧。无动冥王诀残卷，还有2张丹方。雷音大还丹出自大雷音寺的疗伤圣药，治疗肉身受损有奇效，活死人，肉白骨。破障丹帮助修士突破修炼瓶颈，小境界的瓶颈，服用后可立刻突破。此丹可以大大提升成功率。接下来该怎么从这里出去呢？宿主已接近支线任务物品黑云旗，请宿主按照地图前往物品所在地。不是吧？黑云旗，金丹期法器，黑云真人本命法器，由黑云真人的成名法术诸天大挪移祭炼而成，可在短距离内虚空挪移，攻防一体，载人飞行，妙用无穷。看来这就是系统说的黑云旗所在地，幽冥血河了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！找到你了，看你这副打扮，你就是给烈火剑宗苦头吃的那道人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蜀山剑修，还是金丹期的，天不作人呐！短短几个月，3大圣地的弟子被我转了个遍。不是说你还带着个小孩吗？人呢？小孩？什么小孩啊？这人是金丹期修士，看来只有智斗了。别装模作样，就是你当初跟烈火剑宗的人交手时，身边带着的那个小孩。在下只是个炼气10层的修士，怎么有胆子惹烈火剑宗呢？难道真是我认错了？就是这身衣着没错呀。奇怪，你不动手，我竟然看不透你的修为境界。这是因为，在下无意中得到一件小东西，可以隐藏自身修为，请上仙过目。为什么我用没有效果？这可能是因为我修为低吧，自然是因为这是假货喽。既然你不是那个道人，那你来这地宫做什么？在下是听说这地宫底下有件宝物，所以想来碰碰运气，看有没有机缘。宝物？什么宝物？在下听说这地宫有个黑云旗，而这旗子有挪移虚空的妙用。我怎么感觉不到这里有宝物存在？因为这旗子在这条血河里啊。在河里？你是在骗我吧？你先下去，我看看。上仙明鉴啊，这条血河至邪至祟，在下这点修为下去就是送死啊！要是这下面没东西，我就让你后悔从娘胎里生下来。不敢不敢。这是我前日斩杀一名魔修时从他那里得来的法器，而这法器正是用这幽冥血河中的巫血祭炼而成，所以这水是奈何不了我的。这厮修为颇高，还有这等魔道法器在手，若非有心算无心，我今天算是死定了。
你看，这不就……你笑什么？我笑好戏刚开场啊，精彩的马上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怎么挣脱不了？所料不差，黑云真人的遗骨和法器就是阵眼，压制着幽冥血河。拔出了黑云旗，这幽冥血河就会喷薄而出。乌纳道人，受死！朋友，你真是个好人呐！要不是你，我还头疼如何再次阵风这幽冥血河呢。真是谢谢你啊！恭喜宿主完成随机支线任务，获得黑云旗，奖励500点数。黑云旗攻防一体，内部有法阵可吸收天地灵气，滋养自身。不错不错，这点数先攒着，等收朱意为徒后再干票大的。现在还是先炼化黑云旗。炼化成功，黑云地宫地图+1。哎，这黑云旗居然还能显示黑云地宫的地图，把精神与黑云旗互通后，能否确定朱意他们的位置？哎，有了！朱意和小燕子他们居然在一起，他们周围有没有别人？这么多，得赶快过去了。这么小就炼气7层了，好苗子呀！小朋友，找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叔叔爷爷你们好，晚辈于浩有礼了。旁边这位是我堂兄于燕。小朋友，你姓于，难道是大秦皇朝于氏家族的子弟？是啊。您认识我家的人？小家伙还挺聪明。如雷贯耳啊！可惜无缘碰面。大秦皇朝4大家族之一的于氏家族是霸主级势力，于家的人可不好抢啊！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？我和族兄一起出来游玩，远远望见山洞便进来看看，谁知出不去了。老爷爷，你能带我们出去吗？哎，大秦使节团确实在前几日到了天津城。这孩子难道是跟着长辈过来的？哦，不对，有问题。你修炼的是雷系道法，而你堂兄修炼的是火系道法。啊！于家的水系道法玄冥诀举世闻名，你二人为何不修家族道法？我师父传我什么道法，我就学什么道法了。一派胡言！你若真是于家嫡系弟子，怎可能另拜他人为师？因为他师父比于家更强啊！弟子见过师父。阁下口气不小，敢问是哪方得道高人？之前险些失之交臂，原来你竟是冰云的儿子，都长这么大了。你竟然识得我娘亲！本座当日前往青阳山，便是到坟前看望故人，无意间遇见你，却对面相防不相识。之后问了庙里的老僧，才知道你是冰云之子。你能时常记得去为你母亲扫墓，这很好。虽然世人皆已忘了孟冰云，但他总归在这世上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。虽未曾听母亲提过道长，但母亲过世多年，道长仍能记着他。朱意在此，代母亲谢过道长。本座昔日曾答应过你母亲，若你愿意，本座可收你为衣钵传人。此后，本座将授你道法，助你踏上仙途，逍遥长生。朱意，你可愿意？朱公子择何人为师，日后走何种道路，过何种生活，自有侯爷为他安排。别说孟冰云已生死道消，便是他还活着，也就是个妾室，无权干涉侯爷的决定。算什么东西？我劝你啊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惹恼了玄机侯爷，天下虽大，也没你容身之地。本座与人说话时，保持安静。朱洪武虽被朱意血亲，却从未尽过教导的责任，只以依法规矩约束他人，满足私欲和控制欲的人，简直枉为人父人父。朱意是本座故人之子，不管他
今日是否拜入本座门下，本座都不会坐视不管。这孩子的路，由他自己选择。狂徒，该死！快躲开！24诸天罗汉阵，开！快躲开！24诸天罗汉阵，开！哈哈哈哈！还当你有多大本事呢？不过如此。活佛慈悲。不过如此的究竟是谁呀？以3敌1，有何可得意？我们这里5人便灭了你的罗汉。现在还想灭了我的罗汉吗？不要慌，这应该是个阵法，突入法阵范围就好了。罗汉怒目，镇压诸天，震！你会付出代价的。通风报信，正好来个祸水东移。师傅好厉害呀！多谢道长援手，救学生脱困。学生有一个问题，希望道长为我解惑。但说无妨。敢问道长心中，这天地间，到底是道理最大，还是力量最大？没有实力，你的道理就无法伸张；空有实力而无道理，不过是恃强凌弱的暴力罢了。有实力的人讲道理，这道理就最大。便如师父所说，有实力讲道理，这才是正道。求师父收下我，朱意愿在师父门下修行，学道法，讲道理。恭喜宿主收得第3名亲传衣钵弟子朱意。我手头这么多雷系神通法术，还是传授他9霄雷霆正法吧。这是你大师兄萧燕，也是目前为师的掌门弟子。这是你小师弟石天浩，本来他才是为师收的第1个弟子，但懒得很，自愿当老小。朱意见过大师兄，天浩师弟。无需多礼，咱们同门师兄弟间用不着那么客气。石天浩见过二师兄。人说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先。比起这位小师弟，我差的太多了，必须奋起直追而后超越他，才能起到师兄表率的作用。为师行走天下，不会在大周停留很久。你有什么打算？古人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弟子愿随师父行走天下。今年的科举，弟子不打算参加了，但3年后，希望师父准许弟子回天津城。来了，主角学成归来，一拳打死老父亲的戏码来了。入我门下，只需守我门下规矩即可，为师不会限制你们人身自由。还是那句话，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，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。弟子明白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看看这次抽奖能不能开出什么好的武道神通来。老是给他们修炼其他门派的招式，着实不行。这次用骰子抽吧。碧波掌不够高端大气上档次 ，pass。雷音罗汉拳，品级低且又是佛门道法，不行。哎，灵鹫神掌，数千年前散修灵鹫上人成名的神通武道，但自灵鹫上人作画后便失传。这个不错呀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为什么我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啊？哎呀，又抽出神秘箱子，不知道这次能开出什么来。物品名称：九转炎魂丹。神通名称：无方飞剑。居然有一本武道神通，我还是很欧的嘛。这丹药也不错。物品名称：狼环玉树叶。还有一个是狼环玉树叶。狼环玉树叶，我要这么个东西做什么呀？狼环玉树不是龙叶那个女妖的本体吗？你要这东西无用，不如送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声音是从我的剑中传出来的。
龙爷，这妖女，难道从半年前10村那时起就已经附在了我的法器上？怎么样，要不要给我？你终于肯出声了。你这人真让我看不透呢，究竟是什么修为啊？当初本座心慈，饶你不死，看来你还未吸取教训。人家吸取教训啊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杀你，因为我真的看不透你啊。本座身前，又岂是你能看透？所以啊，人家不找你麻烦了，而是跟你做交易。你似乎在寻找合心意的弟子。看见良知美才，任何人都会心动，本座自然也不例外。哦，可你收下的弟子见明珠蒙尘，却被你慧眼识得呢？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关你收徒，你是想开山立派了？哼，我知道一处伏天动地，助修炼，人无主，你或许需要。说话不要大喘气啊！只是这样还不足以打动我。你这人，想加价你就直说呗。我先用这石笛换树叶，再告诉你洞天所在，由你亲自验证，这样你不会吃亏，如何？这气息是太虚观。这就是燕明月要找的石笛，但我不知它有何重要意义。这交易你可愿做？这妖女怕是想利用我牵制燕明月，但你有你的算法，我有我的计划。得到狼环玉树叶后，你会怎么做？燕明月要重回太虚观，我自然也有我要回的地方。我已经说过，没有要找你麻烦的想法了。为你自己好，你说的最好是真的。你的交易我接受，成交。先不管实力有何玄妙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去找最后一个徒弟。但愿能顺利完成，一定会顺利的。爸，侯爷这次是真的发怒了。这次黄三的失手与佛门余孽和大秦朝余家有关。侯爷有令：其一，集合人手前往黄三他们失踪之地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线索；其二，捉拿大周境内已知下落的烈风会人员和大雷音寺余孽，一个不留；其三，随我一起前往大秦使节团驻地，向余家人查问此事。陶二先生，请慢走。他们也太嚣张了，手下失踪竟赖到我们余家头上，这明显是有人嫁祸我们余家。这件事你也去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若人手不足，就跟本家联系。听说石家那边也不太平，有人要对石天意不利，多事之秋啊。这里有舍利子的气息，慧苦在这里出现过，还跟人动手了。还好，舍利子没有受损。慧苦这欺师灭祖的孽障，竟敢亵渎师门长辈骸骨，必须得夺回舍利子，让众师长昏暗西天。而对这个孽障，贫僧定要剁了他。不愧是我的徒弟，这么快就突破了。不过最后一个徒弟还没着落，我的时间只剩1个月了。趁他们在修炼，用黑云旗去附近的城镇找找看吧。大周大秦都被我踏遍了，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。难道我真要回去找萧真儿？难搞啊！哎，还是先回去找小不点儿他们吧。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黑云气破开虚空，竟将我传送到了一处异度空间了吗？还来也要瞎了！怎么回事？只是无意中被卷进这片虚空吗？老夫乃玄道宗朴为子，阁下是何人呐？玄道宗，势力名称玄道宗，地理位置大秦皇朝南疆。详情：大秦皇朝南疆的一个宗派，宗门中最高修为的高手是元婴期，
山门所在位置靠近大秦最南部人族和妖族世界的分界线。大秦皇朝宗门还有元婴期高手，山野散修，道友唤本座林道人即可。观道友模样，似乎有伤在身。不错，老夫在虚空战场被人所伤，不过闭关休养一段时间便会好了。虚空战场又是什么？地理名称：虚空战场，地理位置：天元大世界外的异度空间中。详情：虚空战场有许多天元大世界稀缺的修真资源，但空间内乱流涌动，极不稳定，非常危险。目前仍有许多区域处于未知状态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记得石村村长讲过，小不点的爹娘就是为了救援失踪在险地的祖父，才让小不点遭了大难。这个险地会不会就是指虚空战场？虚空战场虽有风险，但收获应该也不小吧？我竟看不出此人修为，岂止是风险呐！和老夫一起进去的横越派老祖直接陨落在里边了。若非你突然闯入，扰乱了虚空，恐怕老夫也要陪在里面呀。道友身中冰寒之伤，本座便赠你9转炎魂丹，化解冰寒伤势吧。为何要给老夫啊？本座想给你便给了，没有为什么。倒是老夫婆婆妈妈了。好，老夫承你这个人情，以后随时欢迎来我玄道宗做客。什么事啊？聊得这么开心？哎，朱毅，你换新衣了？是大师兄给我买的。师傅啊，我们听说附近的横越派开山门收徒的时候，有个人没通过考核，不能入门，就跑去跳崖了。他跳崖后不久被横越派的人救了，破例收为记名弟子。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人，现在在何处？这不就是废柴流和凡人流主角剧本吗？最后一个徒弟又着落啦！拜师大典已经开始了，那个主角命不会已经拜入横越派了吧？这人怎么也在啊？哼，丢脸，干脆直接摔死算了。发现目标，适合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目标：光灵，根骨指数5，悟性指数10，心智指数10，福缘指数8。总结：目标天赋有欠缺，但发展潜力巨大，建议收入门下，悉心教导，必为宗门栋梁。良相满之啊，这个徒弟我是收呢，还是一定要收呢？还是必须收呢？从今往后，各位就是我们横越派弟子。弟子谨遵宗长教诲。对象符合标准，但以拜他人为师，需解除原师徒关系后，方可成为宿主亲传弟子。没事，刚才只是一点小意外。汪林这个徒弟一定还是我的。汪林，你这种人简直就是我们横越派的耻辱。没错，你有本事再自杀一次啊！你要能再靠自杀通过那门考核，那才算你有本事。晦气，怎么和这种人同宗门？以后让他知道什么是强扭的瓜不甜。这小子以自杀威胁的方式加入横越派，肯定师长嫌弃同门鄙夷，师门的归属感定然不强。这样看来，我还是有很大机会的。爹，娘，我一定会成为仙人的。在这种环境里，你可成不了仙人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在这样的师门中，只会被分配杂役的粗活，如何修行？再加上你天资本就比常人差，如今速度更慢，怎能攻城？仙长，您的意思是？你可愿意离开横越派，拜入本座门下？本座必悉心教导于你，将一身道法神通尽数传授。
你若想要见识本座的能耐，本座1时3刻就能挑了这恒月派。他是在提防我。对了，这小子福缘也有疤，该不会是捡着什么宝贝了吧？觉得不可思议？无妨，你自己拿主意。本座在山下小镇停留20天，若你想通了，自己来小镇寻我。是我太多疑了，难道他不是冲着我的秘宝来的？刚才汪离那防备的模样，肯定是怕我抢他的东西。说不定那小子已经有超神法器或者老爷爷相助，可能已经走上属于自己的逆天之路了。这恒月山的灵气果然比咱们的山门浓郁啊，太适合修炼了。要不了多久啊，这里就是我们玄道宗的地盘了。哎，玄道宗？咱们朴北子老祖安然无恙归来，他们恒月派老祖却死在了虚空战场，一切皆是天数。没错。哎呀，好的山门洞府为强者居之，他们很快就要搬家喽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，这下好办了。天雷玉魄内的精气已经用完了，修炼变慢了不少，但慢慢修炼也能助我熟练运用功力。恭喜宿主全部打通12诀窍，达到炼气期的顶峰，12层的大圆满境界。耶，终于成功了！即使哥是从炼气4层开始的，但不到1年就达到如此境界，莫非我也是个天才？师傅，您在屋内吗？弟子有问题想问您。进来吧，是时候在徒弟面前神气一次了。你们修炼的如何了？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？弟子昨晚琢磨出一门武道，正要请师傅点评。此外，我道法境界瓶颈松动，想来是要突破了。师傅容禀，弟子昨日偶然发现了一株奇花，特地带回来，请师傅处置。师傅，我突破炼气10层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破的。物品名称：三叶幽兰，类别：植物，详情：聚天地灵气，占金色光华，作用：破障丹主材料。真没琢磨你福缘之石的属性啊。你们修炼有德，为师倍感欣慰。但修炼并非一日之功，切忌持之以恒。回去休息吧。谨记师傅教诲。做师傅的怎么能输给徒弟？必须要加快筑基了。筑基又名铸就道基，分为3个层次。筑基前期，修士开辟气海，法力远胜炼气期修士。筑基中期，铸建灵台。灵台有9品之分，1品灵台最佳，9品灵台最次。筑基后期，则是要在灵台之上凝练丹鼎，也是筑基期最重要的环节。因为丹鼎的品质不仅决定修士结丹的成败，更决定着日后能否冲击金丹期以后的境界。小不点当年身遭横祸，就是因为他天生气海中立着一座比1品灵台还要强大的至尊灵台。至尊灵台上立至尊丹鼎，其所结金丹必然是最好的。莫说金丹期了，元婴乃至元神都大道可期。而且小不点的根骨仍是实的满值。他日筑基开气海，是否还能得一座至尊灵台？但是不完成主线任务的话，我还有命，知道吗？我的第4个徒弟还没到手呢，也不知道那玄道宗什么时候去恒月派踢馆呢。不过听说这恒月派和玄道宗地缘较近，2个门派互为奥援，共同抵御外来势力和妖族入侵。虽说是为了抢修炼宝地，但2派好歹有个同盟情谊。也许玄道宗手段会温和点儿，所以他们该不会2、3个月后才来吧？那时候我坟头草都3米高了。看来不能只等那个玄道宗来搞事，还要做好随时上山抢人的准备。只是这样不仅会得罪恒月派，还要跟汪林的金大腿竞争上岗。现在我必须动用一切有用的力量。有了！光顾着用戒指练习天垄咒印，差点把他给忘了。饿死了！光着我
我就算了，好歹给我弄点吃的呀。所以你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咱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，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？我干嘛要告诉你？有好处啊，比如说吃的东西。真的？真的，不过前提是你必须说真话。要是敢糊弄我，你知道后果。我家村村现在告诉你了，能有吃的了吗？吃吧。太少了，还不够塞牙缝呢。那上次烈火剑宗老头的剑光够不够啊？你又想骗我给你做挡箭牌？但不用这种方法，你的小肚子又要饿得扁扁的了。你也不想挨饿吧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这下就有个大帮手了。刚才那个大蜈蚣是朝那儿去了吧？上面好像还有人呢。估摸着蜈蚣能有100米长短呢。那个方向是恒月派所在，莫非是玄道宗的人已经到了？哈哈，果然是去恒月山的，应该是玄道宗那边的比试要开始了。嘿嘿，王小徒弟，为师来找你了。道友，你们恒月这一次出了不少有潜力的苗子呀。哪里，道友远道而来，请先稍作休息。不用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比试吧。这么迫不及待，看来玄道宗胜券在握呀。几天不见，这小子居然已经有引气入体的征兆了。不对，这个人也只有炼气8层的水平，看来这汪林是得到某种奇遇了。太慢了，你们恒月派的弟子一起上吧，我一人足矣。居然如此狂妄，这不合规矩。这次咱们就一人定输赢吧。你们恒月派弟子中，若有人可以坚持10秒不败，就算你恒月派赢。不过嘛，得附加一个彩头。若我玄道宗获胜，我宗要你们恒月山500年的使用期限。来了，开始恶霸抢地了。道友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你以为那弟子真能一人赢我恒月派的所有弟子吗？把符箓解开吧。他居然瞬间长到炼气大圆满的修为，他手上的符是元婴期修士才能制成的，难道说他们老祖回来了？没错，我玄道宗朴北子老祖从虚空战场回归了，他带回了消息，你恒月派2位老祖全部陨落。看在往昔交情上，玄道宗不会巧取豪夺，就通过比试决定恒月山的归属吧。若再无人上前，就是我们玄道宗赢了。我们最高修为的弟子才炼气10层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啊？这下完了。若非我赠药助玄道宗提前上门，这场比试或许会成为主角汪林的翻身仗，可惜了。嘿嘿。既然无人应战，那这场比试胜者就是我玄道宗了。老夫朴北子，恒月派的小辈儿都给老夫出来！此恒月山已是我玄道宗的地盘。可恶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快开护山大阵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可恶！我再说一遍，除了人之外，任何东西都不能带走。再啰嗦，老夫不介意灭你恒月派满门。此外，我玄道宗在此大招门徒，有意加入者留在此地即可。这要不加入玄道宗算了？是啊，恒月派连地盘都保不住，还留着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走吧。我靠，这个朴北子直接挖人根基啊！接下来看汪林怎么选了。就这么点人了，哎，走吧。哼，
汪林还挺有情义的嘛，居然没放弃衡月派。不过去哪儿都没差，我徒弟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那玄道宗真不是东西，简直就是土匪！你去那边打点水来。哦吼，这个师傅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呀。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吗？从山崖底下捡来的珠子，既能替我疗伤，又助我修炼。难道它就是改变我命运的钥匙？我一定不能让他人知道这个秘密。乖徒弟，把那个石珠给我看看。师傅，只是一个寻常的弹珠，徒儿耍着玩的。还敢骗我？你这么差的资质，还能引气入体，肯定有什么好东西。敢漂亮，是时候让我这个准师傅登场了。这是……我去，你还真有个老爷爷啊！哪来的孤魂野鬼，在此猖狂！受死吧你！自我量力，逆徒，竟敢勾结邪魔歪道来谋害自己的师傅！我今天就逐你出师门！目标已解除原有师徒关系，宿主现在可以收该目标为徒。不是吧？这么简单？待我禀明2位金丹期祖师，定要将你和这魔修一起诛灭，清理门户。你觉得自己还有命回去？你要干什么？不，等等！法力完全使不出来。好久没有尝过如此美味了。看什么看？我辈修真之人本就是逆天行事，谁惹你，你就杀了谁。可惜你那无用师门被人夺了山门赶出来，像丧家之犬一样奔逃，屈辱啊！你想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不想变强？老大哥，这老鬼不仅抢我生意，还抢我台词。你能让我变强？你能传我道法神通？你随我学道，不出10年便可功成名就。到时就连今日的元婴期修士也不会放在眼中。不过修仙路上要受万般苦楚，你可能忍受？什么苦我都能忍受。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呐！只能趁现在强了。等等，这老头不对劲，这亡灵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个废柴，这老鬼又不像我一样有系统提示，干嘛那么积极收他为徒啊？一定有古怪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老夫先带你去个隐秘之处。让我看看你这老货到底搞什么鬼！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修炼我的道法，需配合你手上这枚黄泉珠。你根骨较差，基础也弱，想要尽快提升实力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老夫以灌顶之法帮你突飞猛进。灌顶？待会儿你用身心与手上的黄泉珠沟通，来引动它的力量，同时对老夫敞开你的识海，方便老夫为你灌顶。双管齐下，双方力量联合，方可让你脱胎换骨。前辈，您为什么要帮我？老夫大发慈悲帮你一把，你倒还拿捏上了。谢谢前辈的好意，但还是不劳烦前辈了，还请前辈送我回去。不识抬举的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无功不受禄，晚辈天资笨拙，修为低微，
恐无法报答前辈的大恩。这就由不得你了。老夫想省点时间，既然你小子不识抬举，那老夫只好再费点事情了。这剧本不对啊！真命天子和他老爷爷干上了！不能睡过去。有什么办法能保护我？求求你，黄泉珠，回应我吧！糟了，老夫的秘密被这小子发现了。当年那一战后，老夫肉身尽毁，神魂重伤，只能依附在黄泉珠中。本想借此炼化黄泉珠，却差点被他炼化。就是这小子在捡到珠时，手部伤口的血滴落在上面，无意血迹了此宝。还好他修为低，不能完全驾驭。若能夺舍这小子，老夫就能重新获得一具肉身，更能彻底炼化此珠。原来不是老爷爷，而是反派啊！敢欺负我徒弟，不知死活！好冷，好冷啊！爹，娘，我要死了吗？孩儿不孝，不能回去看你们了。那时候，要是跟着那个道长走，是不是就没有今日之祸了？老鬼，你本座滚开！你本座弟子远点！